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丽。最近韩红替冯小刚相关活动站台露了个面，事情本身不算大，但网友的注意力一下子转到了韩红基金会身上。有人开始翻基金会过去的采购记录，越翻越觉得不对劲。我今天想聊的不是给谁定罪，也不是替谁洗白，而是把这几天网上流传的质疑捋一遍，看看哪些是值得追问的，哪些其实还不能着急下结论。先把时间线往前倒一点，韩红因为那个活动被推上热搜之后，有人把基金会和医疗器械采购的事重新翻了出来。几个博主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和实地走访，发现上海普泽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甘肃中奥博源科贸有限公司之间有高凤芝、高维维、张晶晶这几个人名交叉出现。也就是说，这两家看起来独立的公司背后人员可能存在关联，而这两家公司跟韩红基金会之间的交易金额被提到接近1500万，这个数字不小。除了人员关联，博主还跑了山东力图、石家庄力图这些医疗器械公司的注册地址，发现很多是住宅或者公寓，现场根本进不去办公区域。你想想，一个卖医疗器械的公司注册在居民楼里，外面连个像样的办公标识都没有，普通人看到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靠谱吗？但我也得说清楚，住宅或者公寓注册公司法律上不一定违法，有些地方允许住宅作为注册地址，尤其是早期政策宽松的时候。问题是异常地址集中出现就不太一样了。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概念，关联交易简单说就是一家慈善基金会长期跟同一批人控制的公司做生意，哪怕这些公司名字不同，注册地不同，背后如果同一拨人，那就要问一句，采购价格合不合理，有没有比过价，投招标过程是不是走过场。这不是说一定有问题，而是这种结构摆在那里，大家自然会往利益输送上想。基金会花的是善款，不是自己的钱，所以标准应该更高。接着往下说，博主已经把相关线索整理后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说会继续顺藤摸瓜，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单方面质疑，官方还没有调查结论。这个分寸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几个公司注册在住宅里，就认定韩红基金会一定有问题，但也不能因为韩红平时形象好，就觉得这些质疑都是抹黑。真相只能靠证据。我觉得这件事最值得讨论的地方，不是某一个人是不是好人，而是慈善组织的运行方式。过去大家信一个人，是因为他唱歌好，做公益积极，但人设这个东西恰恰是最不可靠的。今天你替朋友站个台，明天就有可能被翻出别的事。真正能托底的是制度，比如采购有没有公开招投标文件，验收记录是不是完整，关联关系有没有主动声明。这些材料如果拿不出来，光靠嘴上说我们清白，公信力只会一点点流失。再往前倒几年，红十字会那场风波，很多人应该还有印象，当时也是因为信息公开不及时，最后整个行业的捐款量都掉了一大截。明星基金会其实也吃个亏，有的被曝光出采购价格虚高，有的被质疑关联交易，这些事情攒在一起，让公众对慈善两个字变得格外警惕。韩红基金会过去几年积累了不少信任，但信任这个东西很脆弱，经不起反复消耗。再从普通人角度想想，你捐了100块，你其实不知道这100块最后变成了哪台设备，哪张发票，你只能相信基金会。如果基金会连采购明示都不愿意公开，或者公开了也看不出个所以然，那你的捐款意愿会不会下降？这几年慈善领域出的问题不少，大家已经够敏感了。一次信任崩塌，影响的是整个行业，不只是某一家基金会，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医疗器械采购是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设备型号、价格、渠道差价可以非常大，普通志愿者看不懂参数，审计人员如果不够专业，也很难发现猫腻。所以这个领域特别需要第三方独立审计，不能自己人审自己人。但我也要替网络监督说句话，短视频探访公司注册地这种形式虽然粗糙，但确实能形成线索。门禁进不去，地址是住宅，不能直接等同于违法证据，但它能促使监管部门去查，关键是后续怎么处理。平台最好对这类举报内容标注未经证实，防止碎片化证据被剪成短视频之后变成舆论审判。公众也要分清合理质疑和事实认定，用可验证的线索推动民政、税务、市场监督启动程序，而不是用人设帮他代替法律结论。这里头的几方心态其实都不一样，博主想要流量，也想推动监督，基金会想要保住公信力，同时也可能在评估回应方向。监督部门要考虑舆情，也要依法办事。普通网友最纠结，一边觉得韩红做了不少好事，一边又被这些公司注册地址搞得心里犯嘀咕。这种多方拉扯的状态，恰恰说明慈善监督已经不可能只靠单线宣传了。大家现在会自己查企业信息，会跑到注册地址去看，会拍视频发到网上。这种监督方式虽然不完美，但它倒逼透明度提升。如果平台能规范管理，监督部门能及时介入，这种来自于民间的调查式监督可以成为正规监管的补充。再往下挖一层，为什么大家现在对明星基金会这么不放心？因为过去有太多例子说明，明星做慈善有时候更像一种形象工程。成立基金会容易，但长期规范运营很难。医疗器械采购又非常专业，普通人根本看不懂。你身边可能也有这种公司，注册地址在某个小区里，门口没有任何标识，打电话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说在外地。这种公司如果只是做小额贸易可能没问题，但如果长期承接大额政府采购或者慈善采购，那就要打个问号。监管如果不盯着合同、发票、物流、验收、售后这链条，只看企业是不是存续，注册地址是不是合法，很容易漏掉问题。还有一点，法人身份不是防火墙，很多人以为注册个公司出了事跟个人没关系，但在法律上，如果查实存在虚开合同、虚假采购、转移善款，执法机关可以穿透公司，核查资金流向、票据、物流和验收记录。公司独立人格不是用来逃避责任的工具，所以那些注册在住宅里的公司，如果只是地址异常，那可能是行政管理问题；如果资金流向异常，那性质就变了。说回普通人，慈善捐款不是富人捐属，很多工薪阶层每个月捐几十块，积少成多，他们可能自己舍不得打车，但愿意把钱给需要帮助的人。如果善款被浪费，甚至被挪用，受伤害的不只是捐款人，还有那些本来能拿到救助的人。所以慈善透明度不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它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源能不能用到刀刃上。现在的局面是，博主一边继续找线索，一边向有关部门反映。基金会这边暂时没有公开回应这些具体质疑。我觉得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把招投标文件、验收记录、关联关系声明都摆出来。如果这些材料齐全，公众看了自然明白。如果拿不出来，那无论韩红本人露不露面，公信力都会继续流失。慈善组织不能靠大善人人设维持，得靠程序正义。往后看，这件事可能有几个走向。如果基金会能主动公开，把每一笔大额采购的来龙去脉说清楚，那这次危机反而能变成一次公信力升级的机会。如果选择冷处理，那质疑声只会越来越大，最后可能惊动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
毕竟现在慈善法正在修订，个人求助网络平台监管也在加强，大环境对慈善透明度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明星基金会如果还按老一套的靠脸吃饭，路会越走越窄。我个人觉得明星基金会应该去人格化。什么叫去人格化？就是不要让公众一想到这个基金会，脑子里只有明星本人，而是让公众看到一套制度，供应商准入标准，关联交易回避机制，黑名单制度，第三方独立审计，这些东西比任何人的眼泪、承诺都管用。因为制度不依赖某个人今天心情好不好，不依赖他愿不愿意解释，制度就是制度。国际上一些成熟慈善机构早就有利益冲突申报制度，董事会成员、高管如果跟供应商有亲属关系，必须主动申报并回避。我们国家的慈善法这些年也在补课，但落地还需要时间。明星基金会往往资源多，关注度高，更应该先走一步，而不是等问题闹大再补救。但我也得提醒一句，网络监督容易走极端，看到几张照片、几个注册地址，就有人喊枪毙、黑心，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法律定性需要证据。若查实存在虚开合同、虚假采购、洗劫善款，那确实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不应该则用枪毙这种非法律表述。我们要的是依法处理，不是舆论施行。回到韩红基金会这件事本身，核心并不是已经证明它违法，而是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应的合规疑问。比如那2家公司之间的人员关联，到底是正常业务合作，还是同一实控人控制下的关联交易？近1500万的采购，有没有公开招投标？验收记录在不在？如果这些都说不清楚，公众的怀疑就是合理的。其实很多时候，公信力不是靠没查出问题来维持的，而是靠敢公开问题来维持的。一个慈善组织如果连被质疑的勇气都没有，那它离信任崩塌就不远了。我希望韩红基金会能正面回应，不是为了证明谁对谁错，而是给所有捐款人一个交代。我判断接下来一段时间，韩红基金会大概率会被要求回应，要么自己主动发声明，要么监督部门介入。民政部门对慈善组织本来就有年度检查，如果舆情闹大，专项检查也不是不可能。一旦查实没有问题，那反而能澄清；如果查实有问题，那就不只是公信力的问题了。捐款的人要的其实不多，他们不要求每一分钱都花得完美，但至少要知道钱去了哪里，有没有被认真的对待。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那再大的名声也撑不了多久。这件事最后怎么收场，我们接着看。